全球首发，全网最炸。今天不跟你废话，直接端出2026年音响界的核弹级震撼弹 Klipsch 的2代全系列精彩579一次到齐。那 Klipsch 这一次为了庆祝80周年，2代呢根本就不是改款哦，它是彻底的进化。一场横跨美日瑞典的梦幻联动，美式号角的狂放活力遇上 Onkyo 的日系调音的极致细节，再加上瑞典 Dirac Live 的顶级空间校正，甚至呢，他还敢宣称2只喇叭就可以解码 Dolby Atmos。这个呢，到底是跨世代的黑科技，还是音响史上最猛的操作呢？今天不止全面实测，还有你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的独家开箱，准备颠覆你的认知哦。那大家一定会问，2代到底是强在哪里呢？一句话，他把一台专业剧院的主机塞到喇叭里面喽。Klipsch 这一次找来 Onkyo 合作，镜片运算力呢直接翻倍。现在呢，它不只是喇叭哦，更像是一台隐形的扩大机。HDMI 2.1上升哦，支援 EARC， 连 Dolby Atmos 跟 DTS:X 它都可以虚拟解码。那你看电影的沉浸感呢，真的会起鸡皮疙瘩。不管你是用 AirPlay 2啊、Google Cast 还是 Spotify、Tidal、Cubus， 你想怎么连就怎么连，甚至呢，它连左右声道都可以无线对连。客厅呢，再也不用拉一堆丑死人的线。最无敌的是啊 ，Sevens 以上的等级直接内建 Dirac Live， 不管你的房间啊格局多烂，回音有多重，它都可以自动帮你优化到近乎完美。这个功能呢，在同价位简直就是开外挂。我知道大家最关心价格，虽然官方它还没正式的敲板，但既然呢它的规格直接跨世代的升级，还塞了 Dirac Live 这种顶级的好料，那预期售价呢应该会比上一代调涨50% 以上哦。那这个价格我是觉得很硬，但是你看在它可以让你省下一台扩大机的份上，又好像可以接受，这部分呢就比较因人而异了。我们先讲 The Fives， 它一代的尺寸呢是 16.5 乘以 30.5 乘以 23.5公分，那主喇叭的重量是 5.35 公斤，副喇叭是 4.85 公斤。到了 The Fives 2呢，尺寸呢变成高32.5。乘以18乘以27.5公分，那你会发现哦，整体更高、更宽、更深了，重量也大幅增加到主喇叭为8.26公斤，副喇叭是7.16公斤哦，等于每一颗大概是重了2公斤以上，代表它的箱体结构更扎实，内部呢补强更多，再加上它的 PMC 前帐板，整体密度明显是上升的。那视觉上呢，也会觉得2代它是比较厚实，它不再是偏轻巧的桌面感，而是更接近客厅系统的气势。Sevens 呢其实是变化比较有趣的一款哦，一代它尺寸是宽20.7，高41.6，深度27.6公分，那主喇叭重量是 10.12 公斤，副喇叭9.03公斤。那到了 Sevens 2代呢，尺寸变成高38乘以宽20.5，深度38公分。它高度呢是略降了一点，但是它深度是大幅的增加哦，深度从27.6公分直接到38公分哦，等于它的箱体更厚更有容积，重量也来到主喇叭是 10.73 公斤，副喇叭10.4公斤哦，整体更像是一颗真正的中型书架喇叭，而不是偏薄型的设计。这个对中低频的延伸其实是很加分的。再来是最大颗的 The Nice， 一代的尺寸是宽24.2，高度48.6。深度是34公分，那主喇叭的重量是 12.88 公斤，副喇叭是 12.25 公斤。2代的 The Nice 呢，它尺寸是高度46，宽度24.4，深度37.4公分。高度呢略显微缩短，但是它也是深度增加。那重量直接升级到主喇叭 14.9 公斤，那副喇叭是 14.4 公斤，等于说呢，它整对加起来接近是30公斤哦，这个已经是非常扎实的存在感了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2代它在外观跟结构上的升级重点哦。首先最关键的就是它的前帐板设计。2代的 The Sevens 啊、The Nice 啊、The Fives 啊，它前面安装了单体那一面啊，改用了 BMC 复合材料。那 BMC 呢，它是一种热固性的玻璃纤维增强复合材质。简单讲呢，它不像传统的 ABS 塑料那样的偏轻薄，也不像一般的 MDF 木板那样容易产生箱体的共振。那它的质感呢，第一眼你就看得出来哦，它是一种比较深邃偏石材感的哑光质地。这个材质呢，它摸起来或者是看起来都更加高级。而且呢，这个不只是它为了好看而已。
BMC 的刚性很高啊，密度也很高，物理特性呢其实更像石头一样的稳定。箱体呢在它的单体震动的时候比较不容易跟着共振，对声音的纯净度也是很加分的，等于是它的外观升级，同时也是声学的升级。再来是 Klipsch 最经典的元素号角高音，那个正方形的开口，你远远一看就会知道它是 Klipsch， 它负责呢高频扩散，效率高，动态直接，而且呢它的视觉辨识度真的是非常高哦。实际试听呢大编制交响乐的时候，你会明显感受到有更好的动态表现，还有更宽广啊、更稳定的声音扩散，在同级的产品中确实是相当突出。低频部分呢依然是标志性的材质，那原本一代是由纤维复合材料，那我们在2代升级为 Klipsch 它的招牌金属陶瓷低音单体。那这种材质它比较轻，那刚性高，反应速度也比较快，而且呢本身它就有具备很好的阻尼特性，那它可以有效抑制箱体的共振。这也是为什么2代呢它在播放音乐的时候，背景可以更干净，细节更清晰，整体的听感呢明显它比1代更通透。那3款尺寸上呢也有明显的差异哦。The Fives 2代呢，它用到的是 5.25 寸的单体 ，The Sevens 2代升级到 6.5 寸的单体 ，The Nines 2代呢，它则是直接上升到8寸哦。你看看这颗8寸的单体，存在感真的是非常的有气势。再来我们讲配色，那2代呢这一次多了一个很有质感的新选择，除了原本经典的胡桃木保留复古的韵味啊，或者是黑檀木全黑的沉稳风格。这一次呢，还新增了红橡木搭配白色的前帐板哦，这个是2代很明显的亮点。那浅红色橡木箱体呢，它搭配白色前帐板，不是传统的黑色面板，整体感觉更明亮、更年轻。那如果你们家是浅色木地板啊，或者是白墙、北欧风的设计，那这个配色就会非常融入我们现代的空间。讲完喇叭本体呢，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它的遥控器。那它的外观呢，跟上一代就是有明显的差别。那这一次呢是比较圆润，所以我们拿在手上呢是比较滑顺好拿的。那在功能上呢，跟前一代都是差不多的。它除了有新增这个有2种 EQ 模式可以让你做保留，这样之后你要听音乐或者是看电影，可以自动用这个1跟2下去做切换。你只要对着这个遥控器上这个按钮啊，长按3秒钟，直到你喇叭的灯号有闪一下，它就会记忆你这一次的设定啊，包含讯号源、音量、Dirac 等等的。那下次呢，你只要直接按这个按键，就可以直接帮你切到专属的模式哦。这个根本是对懒人党的大友好。Klipsch 母集团整合了 OnQ 的研发团队，直接把日系环绕扩大机的解码镜片做进到这个喇叭里面来。那个就是带来2个大进化哦。第一个就是它底噪极低，而且相位控制精准。第二呢，就是它支援原生的 Dolby Atmos， 还有 DTS:X 的虚拟化处理。那一定很多人会想问说，2声道怎么 Atmos？ 那透过 OnQ 的处理技术，它可以从原生的讯号提取各声道的资讯，并虚拟化高度感。那实测看 Atmos 的测试片啊，它的雨声真的有种从上方落下的沉浸感哦，让这次的喇叭直接拥有挑战旗舰声霸的隐刃实力。首先呢，这一颗 HDMI 2.1真的太补了，你只要拿一条线接上电视，那你的电视就会进化成戏院哦。它支援 Dolby Atmos， 连你看 Netflix 的沉浸感都会变强。重点是它有支援 4K 120Hz VRR 跟 ALM。玩家们，这个意味着你们打 PS5 还有 Xbox 的时候啊，画面跟音效都是完全同步，零延迟的爽感。而且呢，你可以直接用电视遥控器去调整音量，这个呢连长辈都会用，这个呢才叫做科技服务人类嘛。来，我们把镜头转到背面，那很多人买喇叭呢最怕后面密密麻麻的，但 Klipsch 2代呢这一次把强大跟简单平衡的太完美了。这里呢，内建唱头扩大机呢，你不需要再去买什么前级啊，买一堆有的没的设备。那黑胶唱盘直接插上去，那个温暖的类比味道马上就出来了，省钱又省空间。看到这个麦克风校正孔了吗？插上随附的麦克风，你让你的 The Sevens 啊、The Nines 啊，它有内建 Dirac Live， 帮你的房间做音场的扫描，直接修正那些难搞的驻播。那旁边呢还有网路孔哦，确保你跑高解析串流的时候讯号稳如泰山。如果你是重低音狂人呢，3款喇叭都有 Sub Out， 直接外接一颗主动式的重低音，楼下邻居保证上来叩叩叩敲门。
当然呢，传统的光纤、同轴、RCA 讯号一个也没有少哦，想接什么就接什么。简单来说，这一组背板就是告诉你一件事情：只要你有这一对喇叭呢，你家的客厅的电影、音乐、游戏、娱乐就通通搞定，完全不用再多买扩大机。我们先从 The Five 2代说起啊，它的端子配置呢，它已经相当完整了。HDMI 有 In、Out， 它可以直接整合电视的系统，那代表呢，你可以直接把它接到电视的 ERC 端子啊，电视的声音，不管是串流平台、电视和游戏机，都可以透过 HDMI 高音质回传到喇叭。等于说呢，它可以直接取代声霸，但是声音规模呢，还是书架喇叭的等级。那另外，它还有 HDMI In。这个呢，就很多人会忽略哦。HDMI In 它可以直接插笔电，等于说你看电影、简报，甚至是播放高解析影音内容，都可以直接数位输入到这个喇叭系统。USB In 呢，它可以接电脑，具备网路孔与 USB Disk 的播放能力。唱盘输入、内建 Phono、类比跟光纤输入也都到位，同时还有提供重低音输出。从功能面来看呢，它其实已经是一套完整的数位整合型的主动系统。不过它采用的是左右喇叭有线连接架构，代表呢它在空间配置上仍然必须要考量喇叭线的走向还有长度。那这种设计呢，并不是缺点，而是定位的问题。它更偏向是桌面系统或者是小型客厅使用的场景。那强调稳定跟简洁，而不是大空间的弹性布局。接着我们往上到了 Sevens 2代，差异就开始出现了哦。那除了它既有的 HDMI、USB 网路跟唱盘输入之外，它还加入了同轴数位输入，还有校准麦克风界面。那这个麦克风端子的存在呢，其实已经透露出它产品定位的转变。那它开始强调声学补偿，还有空间优化，而不是单纯的播放设备。更重要的是啊 ，The Sevens 2代采用 WiFi 无线互联架构，让它左右声道之间不需要在实体喇叭线。对于中型客厅而言呢，摆位自由度明显的提升。那这种设计让它从桌面型的娱乐系统进阶为客厅级的音乐系统。最后呢，我们来谈到 The Nice 2代呢，这一款呢，在架构上已经接近完整的高阶主动式解决方案。那除了 Sevens 2代所具备的所有数位跟类比端子之外呢，它还增加了平衡输入。这个端子的意义呢，并不只是多一个孔而已哦，而是讯号传输的等级提升。平衡架构呢，在抗干扰跟讯号完整性上呢，更具优势。它也让高阶前级呢，还有专业设备搭配。那另外提供 Direct Line 的校正用麦克风孔，使用跟 OnQ 一样的扩大机麦克风。此外呢，除了 Direct 校正孔之外呢 ，The Nice 2代它的左右喇叭不仅支援 WiFi 连接，它也可以透过网路线进行有线的互联。那还有刚刚提到的平衡端子插座，那这种设计呢，让使用者在稳定性跟传输延迟控制上拥有更高的自由度。某种程度上呢，它已经不只是蓝牙主动喇叭，而是具备系统整合能力的全功能主动音响。软体部分跟前一代相同，主要是搭配 Klipsch Connect Plus 的 App 来做完整的控制。那你只要下载这个 App 啊，用手机连上喇叭之后，你就可以直接在手机上面看到音量数值啊，切换讯源、调整 EQ， 甚至还可以更新韧体。那比起以前单纯看面板刻度啊，新一代其实是把操作逻辑转移到 App 里面。Klipsch 这一代呢，在面板设计上其实有一个蛮大的改变。如果你有使用过前一代，你应该会记得它前面是有一个讯号指示灯加上音量刻度显示的。那在转动旋钮的时候呢，你会看到音量一格一格的跑动，视觉上就是蛮直觉的。但在新一代呢，改成更简洁的设计，新一代音量阻尼感更强，但是音量刻度取消了，改成用不同的灯号颜色来区分讯源。那整体风格是更利落，也更有现代感。那每个颜色代表的分别是什么呢？橙色它是电视讯号，青色是网路串流，蓝色是蓝牙输入，绿色是类比输入，紫色呢它是 Phono 黑胶输入，白色是 USB-C， 亮绿色是 HDMI In， 红色是光纤，琥珀色是同轴，品红色则是平衡输入。简单讲呢，你只要看灯的颜色就知道现在在用的是哪一个讯源。那虽然呢少了音量刻度显示，但是整体视觉上是更加干净了，那也更有精品感。
那对我来说呢，它是走向一个设计感优先的方向，而不是走传统器材那种功能满满的面板风格。如果你习惯用遥控器啊，或者是 Apps 控制，其实这样的设计反而是更加顺手。好啦，那现在要来展示这台最值钱，也是晶晶我觉得最超值的功能 Dirac Life。但是先打个岔，这项黑科技是 Sevens 还有 Nice 2代专属的哦。Fice 的朋友先抱歉啦，大家呢一定懂了这种痛苦吧？花大钱买好喇叭回家，结果因为客厅有大片的落地窗或者是瓷砖地，声音听起来又吵又糊的，低音还会轰隆轰隆的一团乱。这个呢，它不是喇叭不好，是你的空间在搞鬼。Dirac Life 是目前业界公认最先进的房间声学校正系统，它是由瑞典公司开发的。它不仅仅是传统的 EQ 均衡器哦，而是结合了频率还有时域的全面修正，它可以大幅减少房间对声音的负面影响，让音乐跟电影听起来更清晰、平衡、立体，而且很自然。以前这种专业校正要搞半天哦，现在2代它直接送你测试麦克风，插上去，打开 App， 它就可以像声呐一样扫描你的房间，它会抓出50赫兹以下那些讨人厌的驻波，把它们通通都修平。除了空间校正呢，它还很全能。2代这次把串流功能补到满，不管你是苹果派的 AirPlay 2啊，还是安卓派的 Google Cast， 还是 Spotify、Tidal、Qbuzz、QQ Music 的重度使用者，它全部都是一键直连，甚至呢还支援 Room Ready 跟24bit 96K 赫兹的高解析音质。这个哪里是2只喇叭，这根本就是你家客厅的数位音乐中心。你只要动动手指头，全世界的好音乐都在你的耳边了。讲了这么多，大家一定会有障碍，说晶晶这3兄弟到底要怎么选？来，最简单粗暴的建议直接给你。如果你是要放在书房、电脑桌，或者是想要取代客厅那个虚弱的声霸，选 Fice 就对了。虽然它没有 Dirac Life， 但是它有超强的虚拟高度效果。虽然个头最小，但是那个包围感啊，绝对会让你在追剧的时候吓一跳。这个真的是2只喇叭发出的声音吗？再来呢，是我最爱的 The Sevens。它是6.5寸的低音，力道是刚刚好。重点是它开始有支援左右无线对连咯，你不用再拉一条粗粗的讯号线横跨客厅。再加上 Dirac Life 的助阵，这对是5到10平客厅最优雅、最强悍的解法。最后呢，如果你的预算充足啊，追求极致，请直接上 The Nice。它是8寸的长冲程低音，还多了 DTS-X 的解码，还有专业的 XLR 的平衡输入。它不只是喇叭，物理下潜的震撼感会让你以为家里装了一颗重低音。想要专业监听或者是纯粹追求爽度，选它就对了。那这里呢，还有一个玩家最关心的小细节，是关于 Sevens 跟 Nice 的无线连接。如果你是追求极致的金耳朵，你也可以用有线连接，享受 96K 赫兹的纯净高音质。但如果你跟晶晶我一样讨厌线材乱糟糟的，切到无线模式，那它依然可以提供 48K 赫兹的强劲表现。相信我，这个已经是录音室级别的水准喽，肉眼是几乎听不出瑕疵的，只有满满的自由感。好啦，以上就是2026年 Klipsch Wireless 2代全系列的终极实测。老实说，这一次的2代进化真的是太狂了，无论是 Onkyo 带来的剧院解码力，还是 Dirac Life 这种拯救空间的黑科技，它所提供的价值呢，早就远远超过它的售价。但是我一直是很相信的哦，声音它是非常主观的。晶晶我在荧幕前面讲的再激动啊，数据再漂亮，都比不上你亲自坐下来，闭上眼睛听听这80周年的工艺结晶。那我们再过几个月上市后呢，欢迎你亲自来体验什么叫做耳朵怀孕的震撼感。最后是逢新春佳节，晶晶也要在这边祝大家马到成功，万事如意。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，家里的音响都可以大升级，每天都有好声音陪你过好年。那红包领完，记得来英格兰找我预约试听哦。那看完影片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，大家拜拜。Spend all your time waiting for that second chance, for a break that would make it okay. There's always some reason to feel not good enough, and it's hard at the end of the day. I need some distraction. Memories
say, oh my God, I see the way you shine.